如果你一直关注澳元和纽西兰元，你会发现这两兄弟以前明明是穿一条裤子的，怎么最近一个像吃了大力丸一样猛涨，另一个却软趴趴的起不来？如果你觉得这只是汇率每天几分钱的波动，那你可能正在错过未来几年最大的一次财富洗牌机会，真的别划走。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些枯燥的 K 线图，也不讲什么宏观经济学术语，我就讲讲我最近看到的、经历的真事儿。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信号，就是全球市场正在疯狂压住大宗商品周期。这听起来很遥远，对吧？但我告诉你，这直接关系到你接下来要把钱存在哪里。你去澳洲旅游会不会觉得贵到肉疼？甚至你或者家里人要去留学、移民，选澳洲还是选纽西兰，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这条视频我会把这件事彻底讲透，耐心看到最后。我不仅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在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 bonus， 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关于未来汇率黄金交叉点的预判，那是你换钱、投资出手的最佳时机。咱们单刀直入，先说个我自己的事儿。前段时间我刚好从奥克兰飞了一趟墨尔本，以前这种短途飞我就当是跨省旅游，感觉物价差不多，汇率也差不多，但这次我站在墨尔本街头买杯咖啡，再看看那个汇率结算，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因为那几块钱，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澳洲变贵了，或者说纽西兰变穷了。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老张，老张是那种很典型的勤奋人，几年前手里有点闲钱，当时他在纠结是买澳洲的矿业股，还是买纽西兰的投资房。当时大家的思维定势是纽西兰稳啊，净土啊，房价只涨不跌，结果老张选了纽西兰的房子。最近我们吃饭，老张脸色不太好看，为什么？纽西兰这边经济压力大，利率虽然在降，但租金上不去，房子卖不动，而他当年差点买的那家澳洲矿业公司的股票，这2年翻了倍。他问我为什么？不是说全球经济都不好吗？我跟他说，老张，全球经济是不好，但越是不好，家里有矿的人越从容，家里有奶的人越焦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澳元为什么强？因为澳洲是全世界最大的矿老板。纽元为什么弱？因为纽西兰本质上是个奶农。这2年世界发生了什么？战争、地缘政治紧张，还有大国之间的博弈。你们想一想，当世界不太平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值钱？是黄金，是铜，是铁矿石，这些东西是造武器、搞基建、避险用的硬通货。澳洲有什么？澳洲全是这些硬通货，澳洲的土里埋的都是钱。市场现在压住的是什么？是在通胀交易，简单说就是大家觉得未来东西还会贵，尤其是原材料，所以全球的热钱都在往澳洲跑，去买他们的矿产公司股票，去买澳元做避险。我在澳洲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那边的商业气氛比纽西兰活跃，虽然他们通胀也高，但他们工资涨得也猛啊，这背后就是因为卖矿赚了大钱，国家有底气。再看看纽西兰，纽西兰出口靠什么？奶粉、奇异果、羊肉、木材。兄弟们，你们想一想，当大家手里没钱或者对未来感到恐慌的时候，你会少买一个金戒指吗？可能不会，因为你想保值，但你会不会把原本喝的高端鲜奶换成普通牛奶，或者少吃2顿顶级羊排？绝对会，这就是问题所在。纽西兰的产品是软性的，在经济大周期向上的时候，大家消费升级，纽西兰日子很好过，但现在是大宗商品的硬周期，世界需要的是钢铁和能源，而不是更多的全脂牛奶。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市场在压住，资本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冷血的，他们正在抛弃那些依赖消费的货币，疯狂买入资源型货币。这里我必须得提一下中国，因为这对我们的钱袋子影响太大了。我知道我的观众里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你们一定要看懂这个局。最近中国在推各种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大家对效果看法不一，但市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中国要搞基建了，那得需要铁矿石啊，买澳元。中国要复苏了，那能源需求得涨啊，买澳洲资产。你看，澳洲是中国经济复苏的第一受益者，虽然政治上以前吵吵闹闹，但在生意面前，身体是很诚实的。反观纽西兰，虽然也依赖中国市场，但纽西兰的依赖是被动的。如果中国消费者消费降级，纽西兰的奶制品和旅游业立刻就会感受到寒意。这就是为什么纽西兰央行最近降息降得这么急，比澳洲急多了。我之前看过一份投行的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分享给你们。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你要站在有石头的房子里，而不是草做的棚子里。澳洲就是那个石头房子，纽西兰目前看来有点像那个草棚。这不仅仅是经济学，
这是人性，当大资金感到恐慌，他们会本能的寻找最坚硬的资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澳元对纽元的汇率在不断拉大。如果你现在手里持有大量的纽币现金，说实话，在购买力层面上，你正在相对于全球资产缩水，那种感觉就像你明明站在原地没动，但你周围的高墙正在一点点升起，让你显得越来越矮小。讲到这，你可能觉得完了，那我如果在纽西兰岂不是死定了？或者我是不是现在就该把钱全换成澳元？先别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汇率的弱势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灾难，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特别是如果你打算旅游、留学，甚至你是做出口生意的，这里面的门道非常多。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具体讲讲在这种澳强纽弱的趋势下，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剧烈的冲击。汇率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冰冷，但当它落在你生活里的时候，那可是实打实的火辣辣。我身边就有很多真实到让人心疼的案例。先说旅游吧，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出国玩一趟吗？差那点汇率能差多少？我有个朋友叫大刘，他去年就计划住带全家老小去澳洲昆士兰看海。他当时算了一笔账，机票酒店加在一起预算大约是3万纽币。他当时觉得挺稳的，还想着能带老婆去吃几顿顶级和牛，去精品店扫扫货。结果呢，他一直拖着没换汇，眼看着澳元对纽币从1:10几一路飙到1:1.1多。他临出发前去银行换钱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同样的纽币换回来的澳元直接缩水了一大截。他在澳洲的时候跟我发信息说，现在站在悉尼的餐厅门口，看住菜单上的数字，还要下意识乘以汇率差，心里那个憋屈啊！本来是去当大爷放松的，结果硬生生变成了精算师，每一顿饭都吃得心惊胆肉跳。这就是强势货币对游客的无情收割。但在这同一时间，我另一个在澳洲工作的朋友小陈，他趁着复活节假期带着全家来纽西兰南岛玩。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简直乐开了花，他说在澳洲赚澳元来纽西兰花，感觉自己像个土豪，住的是最好的湖景房，吃的是最贵的黑金鲍，因为他的澳元在纽西兰变得特别值钱。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真的会让人上瘾。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汇率波动本质上是在重新分配大家的消费能力。再聊聊留学，这真的是很多家庭的命根子。我有个客户的女儿去年考上了悉尼大学，原本家里给准备了100万人民币当3年的生活费学费，结果因为澳元汇率的持续强势，这笔钱现在看来可能2年半就花光了。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父母可能要卖掉家里的老房子，或者孩子要在澳洲没日没夜的打工来补贴家用。我看着那个妈妈跟我通话时焦虑的神情，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她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听建议提前锁定汇率，或者前脆选纽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毕竟现在纽币弱，同样的学历在纽西兰读下来可能省出一辆名车的钱，这就是选错时机和选错赛道的代价。但我又要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孩子够优秀，他毕业后能留在澳洲拿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他赚的是澳元，那他还债的速度和未来发展的天花板确实又比在纽西兰高出不少。这就像一场豪赌，你是要现在的性价比，还是要未来的溢价？很多人在这种时候会陷入严重的焦虑，其实这都是因为看不清底层逻辑。我自己在这些年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变强时，它的门槛就在变高，它在挑选那些更有钱或者更有能力的人。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变弱时，它其实是在向世界发出邀请函，说我现在便宜了，快来投资我，快来消费我。所以如果你现在正打算移民或者换个环境生活，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想去一个正在变得昂贵但机会更多的富人区，还是想去一个物价亲民、生活节奏慢、正在蓄势待发的潜力股？我见过太多人在这两者之间纠结到失眠。其实关键在于你的资产属性。如果你手里握着的是美金或者澳元这种硬通货，现在的纽西兰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你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收购这里的优质资产，甚至是那些因为还不起贷款而被迫出售的漏余房产。但我也有个提醒，虽然纽币便宜了，但纽西兰本地的通胀一点都没客气，物价涨得比谁都快，所以如果你是拿着纽币在本地赚钱本地花，那种生活水平下降的挫败感是非常真实的。我最近去超市买菜，看住一个西兰花要卖到6-7块纽币，我都在想，这要是换算成人民币得多少钱啊？这种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其实是每一组汇率数字背后最真实的情感写照。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元升值不仅仅是数字，
它代表了澳洲背后的资源实力被全球认可。而纽币的弱势反映的是纽西兰在转型期的一种阵痛，这种阵痛会持续多久？其实这背后不仅仅是经济数据在打架，更是大国博弈的一场无声战争。如果你只看汇率牌价，你永远只是被收割的韭菜，你得学会像那些金融大鳄一样，去观察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刚才提到了中国，这真的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跟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或者是家里在那边还有资产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当北京那边传出要开大会，或者要出台什么救市政策的时候，澳元的反应往往比人民币还要快，还要猛。这就是因为澳洲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张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澳洲那些深埋地底的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就是中国这台巨大机器运转最需要的燃料。所以当市场预期中国要加速前进的时候，全球的资金就会疯狂涌入澳元，把它当成是投资中国的一种代理人。我有个在悉尼做大宗商品贸易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在澳洲做生意，你得有一双眼睛盯着坎培拉，另一只眼睛死死盯住北京，因为这中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直接决定了他的银行账户后面有几个零。这种政治溢价让澳元变成了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货币，它在强势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也别忘了，这种依赖性也是它的软肋。反观纽西兰，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立场这几年其实挺微妙的，它在努力保持一种中立的优雅，想要继续把最好的牛奶和羊肉卖给中国，同时又想在安全层面上跟住美英澳的节奏走。这种走钢丝的行为在经济好的时候是智慧，但在现在这种全球都要选边站的极端气氛下，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资金是不喜欢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纽元在面对美元加息和全球动荡时显得那么弱不禁风。我认识一个做代购起家的老板，以前他在奥克兰的仓库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他跟我抱怨说，汇率一跌，他在国内的客户买东西是便宜了，但他自己去拿货的成本、运费，还有那种对未来政策变化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住觉。他问我是不是该把资产转移到澳洲去，我说这就是典型的人性，当你看到邻居家的草坪更绿的时候，你总想翻墙过去，但你没看到邻居为了割草付出了多少代价。澳洲现在确实强势，但强势货币也会带来高生活成本和高通胀的压力。如果你现在才想着要把手里的纽币换成澳元，你很可能是在帮别人接盘，是在高位站岗。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投资心理学，大多数人都是在趋势快结束的时候才后知后觉，而真正的猎人是在大家都还在抱怨纽币跌的时候，就已经在布局那些因为贬值而受益的出口企业了。你们想一想，虽然我们手里的纽币在海外买东西不值钱了，但对于那些拿着美金来买纽西兰木材、买纽西兰蜂蜜的公司来说，现在的纽西兰简直就是遍地黄金。这种财富的流转，如果你看不懂，你就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变穷；如果你看懂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调仓换位期。我有个学长，他几年前就在大家疯狂抢购奥克兰房产的时候，悄悄把资金撤出来，去买了澳洲的一些资源型信托基金。当时很多人笑他傻，说放着看得见摸得住的房子不买，去买那些虚无缥缈的数据。结果呢，这2年他的收益率高到让我们这群人瞠目结舌。这就是认知差带来的财富跨越。他看懂了当时全球通胀即将抬头的逻辑，他知道在那个点位，资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房产的租金回报。所以大家在听我分析的时候，不要只听汇率涨跌，要听这背后的财富搬运规律。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跟你们讲这些？是因为我不想看到大家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就因为一个决策的失误，被这波大宗商品周期给洗没了。我们要学会去思考，当澳元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它会不会因为中国的需求放缓而突然掉头？当纽元弱到让人心生绝望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它利空出尽、反弹在即的时刻？这种对未来的判断，需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和一份不被大众情绪裹挟的冷静。既然大家听到了这里，说明你们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而是真正想在风浪里掌舵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聊点最实际的，到底该怎么搞钱？很多人现在心里很矛盾，看住澳元这么挺拔，心痒痒想冲进去，但又怕自己成了最后一个接棒的。其实投资这件事最忌讳的就是单一思维，我们要学会进攻与防守并行。先说进攻，如果你现在手头有闲置资金，而且你相信大宗商品这波硬周期还没走完，那么澳洲的资源类资产确实是个香饽饽。
我说的不仅仅是股票，还有那些跟大宗商品挂钩的结构性理财或者 ETF。这类资产的逻辑很简单，只要世界还在打仗，还在搞基建，还在能源转型，铜、铁、锂这些东西就是硬通货。我有个朋友在悉尼，他前2年把自己的一部分定存换成了澳洲几家龙头矿企的股票。他当时跟我说，他不是在炒股，他是在为自己的通胀买保险。结果这2年，他光是拿分红就已经覆盖了他在悉尼涨飞了的房租。这就是我说的用庄家的逻辑去打败庄家。如果你身在纽西兰，也不要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孤儿。纽币若有弱的玩法，我们要学会向死而生。现在纽西兰很多优质资产其实是在被低估的，尤其是那些有稳定海外出口收入的公司，他们的成本是贬值的纽币，但收入是强势的美金或澳元，这中间的利润差就是你的机会。再说说房产，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资产。现在澳洲房市火热，很多城市甚至要靠抢。这种时候你进去买的是一种溢价，买的是对未来澳元继续升值的预期，但你要问问自己，你的杠杆能不能支撑得住那边同样高企的利率？而纽西兰房市现在是一片冷清，如果你是那种有长远眼光的猎人，现在反而是你跟开发商、跟那些急于套现的人谈价格的最佳时机。我认识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最近就在做一件事，他把澳洲的一部分获利盘了结掉，拿着换回来的更多纽币回奥克兰去买那种带大地的、有分割潜力的老房子。他的逻辑是，汇率是有周期的，但土地是永恒的。他现在是用强钱去买弱产，等过几年周期一转，纽币回升，利率下降，他就是双倍的赢家。这种思维方式，我希望大家能刻在脑子里，不要因为现在澳元强就觉得它永远涨，也不要因为纽币弱就觉得它没救了。财富永远是在不同资产类别和货币之间流动的。这里我要插入一个心理因素的提醒，很多人在投资时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而是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当你看到朋友圈都在发在澳洲赚了多少钱的时候，那种焦虑感会让你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我见过太多人在汇率最高点把全家的储蓄换过去，结果不到半年汇率回调，心态直接崩掉，最后割肉离场。所以我的建议是，资产配置一定要分散，你的篮子里既要有能对抗通胀的澳洲硬通货，也要有能产生现金流的纽西兰平价资产。除此之外，大家还要关注一个隐形的搞钱机会，就是跨国的服务贸易。现在纽币这么便宜，如果你是做设计、IT 咨询或者任何可以远程交付服务的人，你完全可以人在纽西兰享受低成本生活，然后去接澳洲甚至美国的单子，赚他们的强势货币。这就是利用汇率差实现的个人财富套利。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这么干了，他们现在的生活质量远超那些在悉尼办公楼里苦哈哈挤火车的白领。这就是我说的，在动荡时代，灵活性比资产规模更重要。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随时切换币种、随时跨越国界的财富载体。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未来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演变？澳元还能牛多久？纽币什么时候才是底？这就涉及到了我对未来1年甚至3年的深度预判。这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我们每个人在下一个阶段的布局。很多人问我澳元还能牛多久，我个人大胆预测，只要全球的能源转型还没完成，只要地缘政治的火药味没散去，澳元的强势周期就还有一段下半场要走。但大家要警惕一个节点，就是当全球经济真的进入深度衰退，连工厂都停工不需要矿石的时候，澳元会有一波剧烈的回踩。而那个时候，往往就是纽西兰这种生活必需品导向的经济体开始复苏的信号。所以真正的赢家，现在看的是澳洲的利润，心里盘算的却是何时重回纽西兰抄底，这就是财富的轮回。说到这里，我必须要送给大家那个我承诺过的 bonus， 这是我私藏多年的3色灯汇率信号法，它能帮你在迷茫的时候看清方向。第一是绿灯，当你看到国际铜价、铁矿石价格飙升，同时澳洲央行态度强硬，不肯降息，而纽西兰这边还在为了提振经济拼命放水的时候，这就是澳元的绝对绿灯。这时候你手里的纽币要尽快换成资产或硬通货，否则你就是在看住财富蒸发。第二是黄灯，当澳洲的失业率开始攀升，大宗商品涨不动了，这时候趋势可能要反转，你得把澳洲的获利落袋为安，分批换回纽币。第三是红灯，也就是大家最恐惧的金融海啸来临时，记住，那时候全世界都不要矿了，但每个人都还要吃饭喝奶，澳元会跌得比谁都惨，而纽币会因为它的避险和民生属性变得抗跌，那才是你拿着高位套现的钱回来当国王的时候。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财富永远流向认知高的地方。你今天花时间听我拆解这些，你的认知就已经跑赢了90%的人。但我手里其实还有一份更深层的私藏清单，是我这半年跑遍两国，咨询了无数专业人士整理出来的2026澳纽优质资产避坑与潜力清单，里面有具体的区域分析和几个目前还没被大众盯上的投资洼地。这份清单原本我是不打算公开的，但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有收获，想让我更深入地拆解那些具体的投资标的，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想搞钱或者888，如果留言的人够多，我就专门再录一集视频，把这份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太细的清单彻底分享出来。能不能抓住这波红利，就看你们的热情了。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0万，你会选择冲进澳洲当矿主，还是留在纽西兰守着你的花园？在评论区大胆说出你的理由，我会亲自回复那些最有见地的留言。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一定要点赞、关注并分享给身边那个还在为换汇发愁的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说大实话的动力。最后还是要郑重提醒大家，今天视频里提到的所有内容纯属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专业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汇率更是1秒钟一个样，大家在做决定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独立的评估。赚钱不易，守住钱包更难。这里是赚钱角度，一个陪你在变动的世界里看清财富真相的伙伴。点个关注，我们在通往财富自由的路上不见不散。下期视频见，拜拜。